中美关系持续呈现止跌企稳的积极迹象。本周，中美在华盛顿举行的4级军控和防扩散磋商，释放出双方维护全球战略稳定的积极信号。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何立峰应美国财政部长耶伦邀请访美，则让外界看到世界最大的2个经济体努力使全球经济更加稳固的希望。8号的中国外交部记者会上，发言人汪文斌在回应相关问题时再次表示，中美双方都同意朝着实现旧金山元首会晤共同努力。应美国财政部部长耶伦邀请，何立峰于8号至12号访问美国。美国财政部表示，耶伦将于当地时间9号至10号在加州旧金山同何立峰举行为期2天的双边会谈，旨在进一步稳定双边经济关系，并在关键经济问题上取得进展。耶伦6号还在《华盛顿邮报》发文预告，双方将就宏观经济和金融发展情况交流信息，并将重点放在能够取得切实进展的具体高度优先的经济议题上。外界关注，这将是中美2国经济领域高级官员在4个多月内的第2次会晤。今年7月，耶伦访华期间就曾与何立峰举行会晤，双方主要围绕落实中美元首巴厘岛会晤重要共识，就2国和世界经济金融形势、合作应对全球共同挑战等进行了深入、坦诚、务实的交流。会谈具有建设性。耶伦访华后，中美在9月宣布成立经济工作组和金融工作组，就经济、金融相关问题加强沟通和交流。这是2018年美国特朗普政府放弃双方定期会面机制后，中美首次恢复定期经济对话。10月24号和25号，中美经济工作组与金融工作组分别以视频方式举行了第1次会议。值得一提的是，此次何立峰在美与耶伦举行双边会谈期间，由美国财政部、中国财政部和央行于10月倡议的新经济和金融论坛也将同期召开。实际上，这也是对中美经济领域工作组框架内开展工作的进一步推进。观察指，相较于中美在地缘政治、科技、意识形态等领域的尖锐矛盾，双方在经济和金融领域的商谈空间更大，属于低垂的果实。这也是耶伦所说能够取得切实进展的具体高度优先的经济议题。这一次见面是对之前的一个呼应，所以这一次见面是就前2次提的一些内容再进一步的往前推。中美之间的这种工作小组最终以什么样的形式，或者说形成一个常规化的机制，具体的一些议程的安排可能会更加的能落到实处。值得注意的是，耶伦在《华盛顿邮报》发表的署名文章中，尽管依然强调力求保护美国重要国家安全利益，但他同时释放出与北京维持稳定和健康经济关系的信号。他表示，2国有义务建立开放的沟通渠道，防止分歧升级为冲突。因为2国的经济总量占全球经济的40%，建设性的经济关系不仅是美中整体关系的稳定力量，也有利于2国及其他地区的工人和家庭。上海美国商会会长郑毅日前接受中国国际电视台采访时也强调，中美双方实际上都从紧密的经贸关系中受益，商会会员、美国公司均反对脱钩。 Talking about 2 larges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number 1 and number 2, and I think we're looking for win-win solutions here, not zero sum, and decoupling is not an option because decoupling is in no country's interest. 此外，按照美国驻华使馆的说法，何立峰访美期间，美方也会寻求在气候变化等全球挑战方面开展合作。中国和美国相对来说，它在全球的经济体量以及彼此之间的经济粘性都是非常大的，所以产业链它是一环扣一环。如果中美之间的这种产业链出现了一些断裂或者其他的问题，自然也会波及到全球的经济。一方面，比如说是全球的一个债务的减免，或者说对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债务，我们作为领头的国家，然后能做一些什么事情，让全球的金融更加稳定。涉及到这一次的 APEC 会议，还有专门的财长会晤环节，双方也要就一些具体的事情和其他的 APEC 成员国进行沟通。国际媒体还极为关注当地时间6号，中美在华盛顿举行的4级军控和防扩散磋商。本次会谈由美国国务院负责军备控制的助理国务卿斯图尔特和中国外交部军控司司长孙晓波主持。
根据中国外交部网站8号发布的消息，双方围绕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五核国合作、核安全、防扩散与出口管制、深化履约、外控安全和常规军控等广泛议题深入、坦诚、建设性交换了意见。双方强调，应保持沟通交流，以增进互信、积累共识、管控分歧、探讨合作。中方阐述了在军控与防扩散问题上的立场和政策，强调中美应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开展对话合作。中方强调，双方应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切实尊重彼此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增进战略互信，致力于维护国际军控与防扩散体系，实现世界持久和平与普遍安全。美国国务院网站8号表示，双方举行了建设性会谈，就军控和防扩散相关问题进行了坦诚而深入的讨论，是为保持开放的沟通管道和负责任的管理中美关系持续努力的一部分。美国国务院发布的声明还表示，需要促进稳定，避免无限制的军备竞赛。And reducing strategic risk, and this engagement will continue efforts to responsibly manage the relationship and ensure competition does not veer into conflict. 那这一次的话，它跟我们实际上是一个磋商机制。磋商的话，其实跟谈判有很大的不同。磋商它只是一个协商，然后谈判它可能有强制力和执行力。所以我们这种只是一个相互的一个了解，并没有说我一定要达成一个所谓的谈判承诺。实际上，根据上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访美期间与美方达成的一系列共识，近期中美多个战略沟通渠道相继恢复，包括外交政策、海洋事务、气候变化问题等。而中美军控和防扩散磋商与其他话题相比，由于其敏感性，令外界最为关注。深圳卫视注意到，不仅是中美，中国与其他主要国家，比如法国、英国等，也有类似核磋商的安排。不过，受新冠疫情和特朗普政府时期对华政策的影响，中美此类磋商曾一度停滞。中美上次举行此类司级军控磋商，还是在2019年7月，由时任中国外交部军控司司长傅聪、美国负责国际安全和防扩散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福特与北京共同出席。在那之前，2018年4月，两国负责军控的4级官员也曾在北京举行会谈。而中美上次举行副部长级战略安全与多边军控磋商，则要追溯到2016年5月奥巴马政府时期。若将视线拉得更远，中美围绕裁军和军控问题的磋商，早在1984年便已开始。时隔4年多，中美再次围绕高敏感的涉核领域进行磋商，并重点讨论如何降低误判风险，被国际舆论形容为罕见、重要、鼓舞人心。观察指，在全球军控进程出现一系列倒退、奥库斯和延伸威慑危及地区安全的背景下，中美作为联合国安理会的2个常任理事国，都有义务、有必要将国际军控、裁军、防扩散进程向前推进。中美恢复和军控磋商，凸显出中美战略沟通正在逐渐走向深入全面。对于中美客观认识对方战略意图，共同维护全球军控和核裁军进程，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具有积极意义。中方一直都是在倡导和平，所以对于这种军事竞赛，我们也不支持。我们可以谈一谈彼此的想法，同时也对美国提出的一些要求进行自己的立场阐明。更重要的是，我们也可以对美方提出自己的要求，不要把过多的精力放在军事上，而是要放在民生和经济问题上，真正的让老百姓有实际的福利。正在访问新加坡的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8号在出席第6届蓬勃创新经济论坛并致辞时表示，最近一段时间，经双方商定，中美之间开展了一些重要高层次互动，这些互动释放积极信号，也提升了国际社会对未来中美关系改善的正面预期。韩正表示，中美关系稳下来、好起来，是两国各界和国际社会的共同期盼。我们要与美方加强各层次的沟通对话，推进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合力应对全球性挑战。值得注意的是，中美各层级各领域对话磋商加速恢复，舆论普遍认为是为中美领导人在旧金山会晤所做的准备工作。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8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美双方都同意朝着实现旧金山元首会晤共同努力。同时，通往旧金山不会是一马平川，不能靠自动驾驶。双方要切实重回巴厘岛，把两国元首的共识真正落到实处，排除干扰，克服障碍，增进共识，积累成果。